一起来看精彩短剧，笑他开破车，他却手握亿万融资。故事解说。一场同学聚会结束后，一组现场照片在朋友圈悄然传开，瞬间引发众人热议。照片里，已婚的苏瑶在聚会游戏惩罚环节，被初恋韩明当众抱进独立包房，全过程被旁人拍下传播。一众同学纷纷调侃，感慨苏瑶多年来对韩明的执念丝毫未减，同时暗自嘲讽苏瑶的丈夫陆晨平白无故沦为旁人笑柄，处境难堪。聚会散场，陆晨脸色阴沉地带着苏瑶离开。苏瑶察觉到丈夫的不悦，不仅没有半点愧疚，反而率先开口辩解。她轻描淡写表示自己只是游戏输了，接受惩罚，不过是被韩明抱了2步，反问陆晨没必要小题大做，当众吃醋，还吐槽陆晨心态幼稚，太过较真。妻子敷衍轻浮的态度，彻底耗尽了陆晨3年来积攒的所有失望。他没有继续争执，语气平静却无比坚定地告诉苏瑶，自己并没有吃醋。之所以满心冰冷，是因为他决定离婚。突如其来的离婚2字让苏晨瞬间愣住，脸上的轻松笑意彻底消失。他完全无法理解，一场普通的聚会游戏为何会让陆晨执意离婚。他当场怒斥陆晨无理取闹，小题大做，觉得陆晨是故意当众给自己难堪。陆晨看着始终认知不到自身问题，满心只有自己颜面的妻子，内心彻底冰冷。他明确告知苏瑶，这场聚会闹剧只是最后一根稻草，他想要离婚是长年累月的失望堆积而成。可苏瑶根本听不进解释，死死拦住准备离开的陆晨，只顾着质问他当众提离婚，让自己在老同学面前如何立足。陆晨看着虚荣自私的苏瑶，当场反问他，当众让初恋抱入包房，无视自己感受的时候，丝毫没有顾及过自己的颜面，如今却只在乎自己的脸面。一句话让苏瑶哑口无言，可她毫无愧疚之心，反而立刻翻脸，开始极尽刻薄的嘲讽打压陆晨。苏瑶满脸鄙夷地数落着陆晨的不堪，直言陆晨根本没有生气提离婚的资格。他刻意放大2人的差距，嘲讽陆晨月薪仅有3000，日子过得穷困潦倒，参加聚会没有体面衣服，日常开着廉价代步车，就连婚房首付都是自己父亲出资。与此同时，他极力抬高初恋韩明，声称韩明1块手表的价值就抵得上陆晨2年的辛苦收入，言语间满是嫌弃与艳羡。一番刻薄嘲讽过后，苏瑶又故作温柔缓和态度，假装刚才的贬低从未发生，软声安抚陆晨，说自己和韩明只是闹着玩，让他不要当真。但此刻的陆晨早已彻底心寒，离婚的心意再也无法动摇。2人争执过后，小区地下车库的一桩意外彻底激化了所有矛盾。陆晨发现自己的专属车位被一辆豪车占用，上前核实后，发现车主正是韩明。陆晨当即要求韩明立刻挪车，明确告知这个车位归自己所有。韩明听闻后满脸不屑，打心底里看不起月薪3000的陆晨，根本不信他能拥有月租8万的陈玉集团专属车位。他当众嘲讽陆晨死要面子，吹牛装阔。陆晨懒得过多解释，冷声给了韩明5分钟挪车时间，警告超时未挪便直接拖车处理。随后他再次向苏瑶重申，次日准时办理离婚手续，绝不反悔。苏瑶依旧无法理解陆晨的决绝，满心愤怒却始终不知自省。而陆晨转身之后，立刻联系下属安排工作与私事。他告知下属，蔚蓝资本已同意以17亿估值承接公司 B 轮融资，敲定后天签字流程，同时吩咐下属立刻预约专业婚姻律师，全权处理离婚事宜。跟随陆晨多年的下属心中十分感慨，外人眼中月薪3000、平平无奇的陆晨，实则是手握亿万市值企业的幕后大佬，与苏瑶眼中的窝囊丈夫有着云泥之别。随后，陆晨再次吩咐下属将占用自己车位的保时捷直接送去报废厂，无需留情。下属随即汇报工作动态，蔚蓝资本大小姐徐子欣计划亲自对接本次融资合作，已定好后天会面行程。陆晨优先安排离婚相关事宜，让其余工作延后推进。挂断电话后，苏瑶依旧不死心，反复质问陆晨，仅仅是一次拥抱，为何要如此绝情离婚？面对妻子的质问，陆晨终于道出了隐忍多年的委屈与芥蒂。去年部门团建，苏瑶瞒着他与韩明单独吃饭。今年3月，韩明赠送苏瑶一条3000元的生日项链，苏瑶彻夜未归，谎称公司加班，让他在家空等整夜。陆晨坦言，自己向来不愿猜忌约束苏瑶的生活，也从不会刻意翻看她的手机。但这次同学聚会，苏瑶当众放任初恋的出格举动，彻底撕碎了2人之间最后的体面，也耗尽了他所有的包容与忍耐。即便陆晨细数过往种种委屈，苏瑶依旧毫无悔意，反而高高在上的嘲讽他窝囊，质问他凭什么管束自己，干涉自己的自由。看着执迷不悟
虚荣自私的妻子陆晨彻底释然，他坦言自己确实没有资格约束她，所以选择放手，成全她去匹配自己眼中的优质人生。陆晨明确告知苏瑶，次日会拟定好离婚协议，自己仅带走个人私人物品、房产、车辆、存款等所有婚内财产，全部留给苏瑶。说完便转身离去，留下错愕慌乱、试图挽留却无果的苏瑶。很快，专属律师抵达，与陆晨确认离婚诉求。陆晨确定协议离婚方案，房车全部归苏瑶所有，婚内存款对半分割。律师核对婚内资产后，表示当天即可出具协议初稿。得知陆晨心意已决，苏瑶心态彻底慌乱，主动低头求和，谎称当晚只是一场误会，自己与韩明只是普通朋友。同时，他得知陆晨疑似认识陈瑜集团内部人员，便谄媚讨好，希望陆晨能为韩明引荐人脉，许诺给予丰厚好处费。陆晨不为所动，告知他离婚协议终将落地，无可挽回。此时，徐子欣抵达公司对接融资事宜，下属看着淡然处事的陆晨，忍不住感慨：3年来，陆晨刻意隐藏身份，每月只给自己发放3000元底薪，只为换取安稳平淡的婚姻生活。无人知晓，陈玉集团单年净利润高达1.2亿。如今，这段他用心维系的平淡婚姻，终究彻底破碎。下属同时向陆晨汇报，韩明上个月曾向公司递交商业计划书，申请800万天使轮融资，已被团队直接驳回。会议室中，陆晨与蔚蓝资本大小姐徐子欣正式会面。徐子欣坦言，整个投资圈都十分好奇，估值数十亿的陈玉集团幕后实控人的真实身份。他早已核查过企业数据，陈玉成立3年，从0做到12亿资产规模，年均回报率37%，核心团队仅11人，且常年低调运营，从不公开宣传，实力令人震惊。双方正式洽谈融资细节，蔚蓝资本计划出资5亿，换取陈玉集团29%的股份。陆晨主动要求将占股降至22%，资金体量保持不变。经过几番磋商，双方最终敲定23%的占股比例，同时附加核心条件：蔚蓝资本旗下3大产业基金优先对陈玉开放全部项目资源池，双方顺利达成合作。合作敲定后，徐子欣对年仅29岁、身家数十亿却极度低调的陆晨满心赞叹。他随口询问婚姻状况，陆晨坦然告知已成婚。徐子欣颇为惋惜，直言陆晨极具个人魅力，希望未来能有私人层面的深度交集。融资洽谈结束后，下属核算出陆晨最新身家，按本次融资估值，其个人持股保守估值超6亿。陆晨对此淡然自若，只让下属顺路买一份煎饼充饥。下属调侃他身价亿万却极度接地气，同时询问苏瑶是否知晓真相。陆晨表示他很快就会知晓一切。陆晨回到家中，双方父母早已等候多时，纷纷质问他执意离婚的缘由。苏瑶母亲率先发难，怒斥陆晨无端提离婚，逼问自己的女儿究竟哪里亏欠于他。陆晨不愿当众细数过往，只让苏瑶自行扪心自问。苏瑶依旧拒不认错，坚称自己与韩明毫无私情，是陆晨无端猜忌，小题大做。苏家父母极力偏袒女儿，当场要求苏瑶删除韩明微信，斩断联系，以此挽回婚姻。可苏瑶坚决不肯，还当众抬高韩明，直言韩明开保时捷，年入100万，各方面都远超月薪3000的陆晨。岳母更是直言，韩明远比陆晨有资格做自家女婿。岳父连忙从中调和，劝说陆晨不要冲动。陆晨却平静道出，自己的隐忍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。结婚第1年，苏瑶便嫌弃他收入微薄；结婚第2年，苏瑶便不再带他参加任何聚会，觉得他让自己颜面尽失。3年来，他一再包容退让，却换来苏瑶当众的难堪与轻视，所有期待彻底落空。苏家众人毫无愧疚，反而当场翻脸算账，要求陆晨全额归还30万婚房首付，补其3年家庭生活开支。他们声称苏瑶月入1万2，远超陆晨的3000月薪，3年家庭开销大多由苏瑶承担，陆晨必须补足差额。面对苏家的无理要求，陆晨坦然应允，承诺一次性现金付清所有款项。苏家众人满脸嘲讽，认定月薪3000的陆晨根本无力支付，只是打肿脸充胖子。陆晨不再多余解释，直接拿出拟定好的离婚协议，让苏瑶核对签字。苏瑶依旧心存侥幸，放狠话威胁陆晨，声称他离开自己一定会后悔。此时苏瑶的二舅突然赶来，看到协议中陆晨房车全留，近乎净身出户的条款，认定他是故作姿态，随即提出3个苛刻条件刁难陆晨：退还45万首付与装修费用，赔付20万精神损失费，签署离婚过错声明，保全苏瑶名声。陆晨应允前2项经济要求，
却坚决拒绝颠倒黑白的过错声明。他直言离婚根源在于苏瑶与初恋往来过密，自己绝不会掩盖事实，扭曲真相。二舅恼羞成怒，以诉讼威胁陆晨。陆晨态度强硬，直言拒不协商就走法律程序，同时表明自己手握完整证据。苏瑶慌忙辩解，称韩明只是帮朋友看房，并无私情。二舅依旧步步紧逼，限期让陆晨支付65万全款。陆晨淡定回应，只要苏瑶签字，钱款当日即可到账。随后他精准点破二舅的职场底牌，知晓其今年招商任务超额完成，稳稳拿明年升职名额。而陈玉集团的合作是他升职的关键。二舅瞬间大惊失色，还未回过神，陆晨下属便传来消息，陈玉集团临时变卦，放弃本地招商项目，转而投资 C 市 AI 项目，直接取消二舅的所有合作特权。多年的升职努力一朝作废，二舅瞬间彻底崩溃。慌乱之际，苏瑶接到韩明的电话，韩明焦急告知他，蔚蓝资本5亿融资落地陈玉集团，自己的融资申请彻底落空，同时追问他是否知晓陈玉幕后老板的身份。苏瑶满心茫然，匆忙挂断电话。陆晨冷眼旁观全程，再次催促苏瑶签字离婚，拒不配合便3天后法庭相见。苏瑶崩溃哭诉，埋怨夫妻一场，陆晨太过绝情。陆晨淡然回应，体面签字是留给彼此最后的余地。此刻的苏瑶才猛然醒悟，家人职场的变故，合作的突然变动，全都源于陆晨的一句话。她终于开始怀疑，这个被自己嫌弃3年的廉价丈夫根本不是普通人，颤抖着追问他的真实身份。陆晨并未正面回应，只留下无尽悬念。此时，一众同学还在群里嘲讽陆晨窝囊憋屈，婚内受气，净身出户。下属看不惯众人的恶意调侃，想要曝光陆晨的真实身价为他证明，却被陆晨拦下。他无意提前亮牌，只想让这场闹剧自然落幕。不久后，律师反馈苏瑶已拒绝协议离婚，聘请知名婚姻律师周正，准备打离婚官司，并向法院申请全面核查陆晨名下资产，试图分割更多财产。律师向陆晨分析利弊，陈玉集团注册于2人结婚前8个月，核心股权属于陆晨婚前个人财产，且公司所有资金往来与婚内财产完全隔离，苏瑶大概率无法分割分毫。但一旦进入诉讼程序，法院全面核查资产，陆晨隐藏多年的大佬身份必将彻底曝光。陆晨对此早有预料，他清楚苏瑶自以为吃透了他的全部底细，认定他只有微薄存款和廉价代步车，全然不知自己藏着数十亿的庞大资产。与此同时，韩明依旧上门挑衅，嘲讽陆晨自卑敏感，毫无本事，还故作大度，许诺只要陆晨帮自己搞定融资，就给他安排公司主管岗位。面对韩明的傲慢无知，陆晨只是淡淡告知，他很快就会知晓陈玉实控人的真实身份。在韩明的不断挑拨下，苏瑶愈发笃定陆晨暗中转移婚内财产，一心想让陆晨净身出户，身败名裂。随即吩咐律师彻查陆晨所有流水、资产与过户记录，不留任何死角。为了完成这场彻底的清算，陆晨提前做好万全布局。他吩咐下属加固海外 VI 架构与多重代持体系，屏蔽常规工商查询渠道，隐藏真实股权信息，同时刻意放出破绽，将一个仅有15万砸款的闲置空壳公司账户暴露出来，故意营造出刻意隐藏私房钱的假象，当作诱饵留给苏瑶和律师。很快，律师周正查到了这15万的隐秘账户，立刻向苏瑶报喜，声称掌握了陆晨婚内转移财产的铁证。苏瑶得知后哭笑不得，极尽嘲讽：3年提防，处处防备，自己忌惮许久的底牌，竟然只有区区15万。他认定陆晨格局狭隘，幼稚可笑，彻底放下戒备，心态占据绝对上风。苏瑶当即给陆晨最后一次机会，让他撤回离婚诉求，自己可以既往不咎。陆晨依旧态度坚决，直言覆水难收。苏瑶恼羞成怒，扬言法庭相见，笃定自己稳操胜券。陆晨临走前特意提醒，让他的律师核查资产务必细致，切勿遗漏任何信息，暗藏深意。不久后，徐子欣再次联系陆晨，提醒他融资合作落地后，其真实身份已在资本圈小范围传开，有心人稍加核查便能摸清底细。同时告知陆晨，韩明多方托关系想要拜见自己，争取融资。陆晨直言韩明算不上朋友，只是对手，无需理会。庭前调解阶段，苏瑶通过公开信息查到陆晨8万的代步车，4万多的存款，全部公开身家不足15万。他彻底放下顾虑，满心嘲讽陆晨故作强硬，认定这场官司自己必胜无疑。他全然不知，这些只是水面之上的零碎资产，水面之下是估值20多亿的产业和顶级离岸资产隔离壁垒。随着调查深入，
律师周正察觉到异常，陆晨的资金流水存在人为切断痕迹，背后是极为专业的离岸架构，绝非普通月薪3000的打工人能够操作。但被偏见蒙蔽的苏瑶固执认定这是陆晨傍上富婆、婚内转移财产、出轨的证据，执意要在调解会上揭穿陆晨的真面目。调解现场，对方律师要求陆晨归还首付，赔付精神损失，房车存款全部归苏瑶所有。陆晨律师当场重申，该方案本就是陆晨主动提出，是苏瑶一方此前执意拒绝。面对对方质疑，陆晨无力支付65万巨款，涉嫌隐匿资产。律师依规回应，调解阶段无需披露私密资产，一切以庭审裁定为准。调解结束后，苏瑶死死拦住陆晨，追问他隐藏的秘密，认定他在外置业出轨，转移财产。陆晨满心疲惫，坦言自己从未背叛婚姻，没有任何第三者。他道出心底最深的失望：3年婚姻，苏瑶从未真正了解过自己。在他眼里，自己永远是那个一事无成、月薪3000的穷光蛋。陆晨坦言，自己用3年时间试图经营一段剥离物质、真心相待的婚姻，最终彻底赌输。苏瑶满心虚荣，攀比旁人财富，追捧韩明的光鲜，却从未关心过他的事业与生活，从未真心体恤他的付出。说完，陆晨转身离去，留下深受冲击、不愿接受现实的苏瑶。即便真相已然点明，苏瑶依旧执迷不悟。闺蜜林薇与韩明持续挑拨，笃定陆晨是傍上富婆，当了小白脸，才有底气对抗苏瑶。林薇一路跟踪偷拍，拍到陆晨与徐子欣同行的画面，众人纷纷嘲讽陆晨抛弃尊严，软饭硬吃。陆晨并未阻止偷拍与谣言，反而任由对方记录一切。他清楚，只有让苏瑶彻底坚信自己手握把柄，稳操胜券，后续真相揭晓时，才能让他彻底崩溃，悔恨终生。徐子欣看穿陆晨的心思，调侃他的清算方式足够彻底，不急于亮牌，让对方在自负与猜疑中耗尽所有底气。另一边，韩明拿着造假的项目计划书搭讪徐子欣，谎称公司估值2亿，前景广阔。徐子欣一眼看穿其骗局，当众揭穿其依靠虚构售后套现供应商返点维持运营的真相，直言其 PPT 毫无价值，当场让人将他驱逐，彻底断绝其融资希望。徐子欣感慨，苏瑶识人眼光短浅，放着低调沉稳的亿万大佬不珍惜，偏偏追捧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空壳创业者，终究是认知上线，注定了自己的悲剧结局。随后，陆晨吩咐下属发布 B 轮融资全网通稿，刻意隐藏自己的照片、履历等所有个人信息，仅标注陆姓创始人。他不需要简单的打脸翻盘，而是要让所有嘲讽、轻视过他的人，在猜疑与拼凑中，慢慢认清自己错失的一切，承受极致的悔恨与煎熬。很快，陈玉集团获蔚蓝资本5亿融资，估值超20亿的新闻全网刷屏。昔日嘲讽陆晨的同学全员哗然，没人敢相信，那个常年被取消穷困潦倒的普通人，竟是20亿集团的幕后掌控人。苏瑶看到新闻后彻底崩溃，连夜核对企业信息，确认陈玉集团成立于婚前8个月，是陆晨的婚前个人资产。他终于幡然醒悟，3年来，陆晨无数次想和他分享事业、诉说生活，都被他的虚荣与偏见无情打断，肆意嘲讽。陆晨平静告知他，从前自己愿意坦诚一切，是他从未愿意倾听，从未真心在意。苏瑶崩溃大哭，追问自己若是当初多一分关心，两人是否不会走到结局。陆晨坦然回应，曾经可以，但如今为时已晚。律师此时再次告知苏瑶真相，15万的隐秘资产只是陆晨放出的烟雾弹，其严密的资产隔离体系会让他在庭审上分不到分毫，还会彻底身败名裂，极力劝说他撤诉和解。可偏执的苏瑶依旧不肯认输，认定这是陆晨欲擒故纵的手段，坚决不肯撤诉。直到官方实锤官宣，确认陆晨为陈玉集团实控人，个人持股估值超10亿，苏瑶与苏家众人才彻底傻眼，认清残酷真相。此前傲慢刻薄的苏家父母和二舅，瞬间放下所有身段，卑微讨好道歉，试图挽回婚姻，求得原谅。陆晨态度淡漠，不为所动。随后，陆晨曝光韩明公司多年虚开发票、套取返点、账务造假的黑幕，监管部门迅速进场稽查，全面查封其公司。风光一时的韩明瞬间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，即将面临牢狱之灾。苏家众人不甘心错失巨额财富，组团前往陈玉集团总部闹事撒泼，扬言抹黑企业，曝光陆晨，索要巨额补偿。陆晨下属依规处置，当场出具场所准入限制告知函，禁止苏家所有人靠近公司及陆晨私人住宅500米范围，同时报备公安部门，彻底杜绝无理纠缠。
走投无路的苏瑶彻底放下所有骄傲，卑微祈求陆晨原谅，坦言自己并非贪慕钱财，只是悔恨当初的浅薄虚荣，亲手毁掉了幸福。他反复解释自己与韩明从未越界，一切都是误会。陆晨平静表示，对错与误会早已无关。3年婚姻里，苏瑶从未尊重、信任过自己，一次次轻视、践踏他的真心，这段婚姻早已彻底终结。即便如此，陆晨依旧坚守承诺，离婚条件不变，房车全部归苏瑶所有，额外补偿65万，体面了结3年夫妻情分。彻底绝望的苏瑶回到家中，终于与势利的母亲撕破脸皮。她哭诉自己的虚荣、短视与偏执，都是被家人常年的攀比灌输、刻意贬低所致。家人常年吹捧旁人富贵，打压陆晨平庸，一步步将他变得势利冷漠，最终亲手推开了真心待自己的人，毁掉了本该圆满的人生。与此同时，韩明彻底心态扭曲，即将面临牢狱之灾的他鱼死网破。林薇美梦破碎，认清韩明空壳公司的真相、高管职位的谎言后，在网上大肆发布抹黑陈玉集团与陆晨的谣言，试图损毁陆晨声誉。面对恶意网暴与造谣抹黑，陆晨不再姑息，吩咐法务部全权处理，启动全网证据保全，按照商誉受损最高限额向对方索赔500万，坚决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。所有风波尘埃落定，陆晨彻底卸下3年伪装，不再刻意低调隐忍。他召开核心会议，宣布陈玉集团正式开启全面扩张，半年内落地3大核心赛道领头项目，冲击100亿资产管理规模，开启全新发展格局。那个隐忍3年只求安稳的普通人，终究褪去尘埃，展露了顶级资本大佬的真正锋芒。而苏瑶、韩明、苏家众人一众势利之人，最终都为自己的浅薄、虚荣与傲慢付出了终生无法挽回的惨痛代价。